第48课，我有资格带人信主吗？当我还不完全，怎么敢谈永恒？那天在捷运上，一位陌生女孩朝我笑了笑，然后主动搭话：你是不是那个主持节目的？我常看我一脸懵，应该不是吧？她狐疑地瞪着我看了几秒，才露出尴尬的表情。不好意思哦，我认错人了。我们彼此笑了笑，场面友善的收尾，但我心里其实翻腾了一句话：你以为我是谁，决定了你愿意听我说什么。这句话后来成为我在信仰旅程中许多挣扎的起点，因为每次我想开口跟人谈信仰，谈耶稣，心里都会突然跳出一个声音：你谁啊？你配吗？有次聚会结束，我跟一群老同学聊天，突然有人开玩笑：你不是信耶稣吗？那你来帮我祷告中乐透好了。大家哈哈大笑，我也尴尬地笑了，但内心翻起千层浪。我想反驳，但又怕气氛尴尬，想认真讲，却觉得自己讲不赢，讲不好，结果就是我选择沉默。然后那晚我一边洗澡，一边对着莲蓬头大喊：主啊，我到底有没有资格讲你的事啊？我不够熟圣经，不够会讲道，甚至连生活都没那么属灵，我连自己都还搞不定凭什么跟别人谈永恒呢？事实上，这不只是你的疑问，彼得有过，摩西有过，保罗也有过。这些圣经中的属灵巨人，在被呼召的那一刻，第一反应全都是我不配。摩西说：我本是拙口笨舌的，出埃及记4章10节。彼得说：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路加福音5章8节。保罗说：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，不配称为使徒。哥林多前书15章9节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那些神最重用的人，都是一开始觉得自己不够格的人我们以为要够圣洁，够懂圣经，够有经验，才可以带人信主。但耶稣从没这样说，他选门徒的方式，让你跌破眼镜。没选学者，选了打鱼的彼得；没选宗教领袖，选了收税的马太；甚至没避开有前科的，反而呼召了逼迫教会的保罗。耶稣不是在找完美代言人，他是在找愿意的器皿。你不是因为有资格才被用你是因为被用才变得有资格。我有个朋友叫明哲，是个 Uber Eats 外送员。某次他送餐到一户人家时，看到门口坐着一位看起来很忧愁的妈妈。他鼓起勇气问：你还好吗？那妈妈突然泪流满面，说孩子刚住院，自己心情崩溃到吃不下。明哲不会讲什么神学名词，也没带什么传福音材料，他只说了一句话：我也经历过类似的事，那时候是耶稣陪我走过来的。然后他问：我可以为你祷告吗？那位妈妈点头，祷告完他就走了。几周后，那妈妈主动联络他，说自己因为那次祷告，开始对信仰产生好奇，后来走进教会，全家都受洗。你猜明哲是牧师吗？不是。是传道人吗？不是。他只是个跑单的小伙子，甚至信主不到2年但他愿意说：我也走过低谷，但耶稣没有放弃我。就是这一句，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。福音不是一份履历，是一封见证信。当你在想我够不够资格带人信主的时候，请你想一件事传福音不是要你写推荐信给自己啦，是要你分享
神如何改变你的人生。你不是推销员，你是见证人。就像一位病人说，我原本也病得很重，是这位医生救了我。这话谁都可以说，不需要医学学位哦。神从来不看你有多会，他看你有多愿。神没等你变完美才爱你啊，所以他也不会等你变完美才用你。福音的力量不是来自传讲的人有多厉害，而是耶稣本身有多真实。你只需要做一件事，诚实的分享你遇见他的故事。我有个姐妹刚信主3个月，有一天她朋友跟她说最近过得很迷惘，她想邀她来教会，但又觉得我才刚信主，我凭什么？结果她没说出口。1个月后，她朋友跟她说，我最近被别人带去拜一些神明，说那能帮我稳住命运。她听了超震撼，后悔万分地说，如果那时候我敢讲，她是不是就不会走那条路了？她哭着跟我说，我再也不要让怀疑自己成为别人错过耶稣的理由。结语，你的不完全是福音最好证明。你可能还在疑惑，我自己都还有怀疑，还在学习，怎么能讲？但正因为你还在学习啊，还在成长，还在挣扎，你说的话才真实，才有力量。因为你不是在卖一个完美产品，你是在分享一位不会嫌弃人不完美的神哦。